家好，现在呢，我又来到了99号公路沿线的一个观光名胜点，叫好旭碑，中文叫马蹄湾。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以前经常来，非常喜欢的一个小镇。它不仅是一个观光点，这边有山有水有海，而且呢，它还是一个轮渡的码头。这个码头呢，可以去到像温哥华岛的纳纳伊莫这样的城市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岛。但是从温哥华那边去温哥华岛，最主要那个城市 Victoria 呢，一般来讲都是要到托瓦省，就是前几天我去过的那个小城。那边呢，离 Victoria 可能更近一些，而这边呢，一般都是从纳纳伊莫回来我以前也是搭过这样的船，回来呢，它就是从纳纳伊莫搭这个大船，你这个车呢可以放在里面人呢就到甲板上，到上面的房间，经过大概我也忘了可能1-2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到这边来，然后这边呢开着车就可以回家了。这边呢我就感觉好像重新整修了一番这边呢是一个小朋友玩的一个 playground， 我脚踩这个地彩色的，其实都是软的，所以人摔倒了应该也不会受伤，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布置我呢就在这个小镇随意的走一圈，散散步也当是开一段长途之后的休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呢，这个就是这个小镇的一些面海的商业街区，都是一些餐馆以餐馆为主，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商店。这边呢就是刚刚我们开车也在里面穿行过，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镇。我就感觉这个小镇给人感觉特别的漂亮因为它面海嘛。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大毛就是告诉你这个小镇一个什么样的特色。你可以看到那边有一只大船停在那边，就这个船呢，你的车就可以开到它的船体里面，可以走到海边去逛一逛。这是一只海鸥吗？它也不怕人呢，你看见没有 ？Hello， 它在这叫，算是回应我吗？像这种一个坡升到海里去，我觉得就是人家那种小游艇放船的地方就是你把车倒着，然后就把这个船呢就放到水里，大概是这样这个有点滑小心点才行。这边呢就是到了海边了，你看通过这些小栈道就去到一些小的码头，很多的小船今天都不见了是不是大家开到海里面去游玩了？而前面那个大船呢，就是去温哥华岛去纳纳伊莫的，应该是这样的一只大船。这个附近呢现在已经又在发展，你看那边很漂亮的一些度假房这些 apartment 经过好几年的建设呢，好像比以前要成规模了。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居住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从这个公寓这些阳台上一直可以望到这个海湾，可以望得很远。你看前面这种云遮住山峰的那种景象其实一年四季呢，它这个山上会有积雪，然后呢变黄变绿的这样的这种变化，应该是非常赏心悦目的。
这个呢就是非常清澈的海水啊。现在呢，也可以看到这些设施啊，它其实还都是比较简单啊，就是应该是一个餐馆啊，但是呢，它还是里面应该是很实用，非常不错的。你看啊，这边就有一个这样的小船，就大家拖到这边啊，通过刚刚那个坡道，就可以把它放到海里去，然后就可以到海里面去泛舟了。这是一个咖啡屋啊，这边地方也有公共汽车，250号的公车。这边呢，大家可以走到这个更深处，走到那个码头上去的。好，现在呢，我准备到这个小镇里面去逛一逛。看到这班船啊，应该是下船的车，你看，哗哗哗的就这么开出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上面是人行步道，就是从船上下来的不开车的人呢就走上面啊，上船的也是这样，而下面呢就是船肚子里面、船舱里面那些车开出来的地方，所以还是分得很清楚的。它这个后面呢是一座山呢，应该选的位置是不错的，可以防风。我们看到的这些栈道，其实就是那种连廊啊，就是人上船下船的地方。而这边呢，其实就是算是码头的一个大厅了吧，在那边买票、登船等等。而这个边上呢，就有这样的公车。你看这个公车前面都是可以架单车的，但我还没体会过，没体验过。你看这个呢，就是 Terminal Building Entrance， 就是入口了，就进到这个码头的一个入口。然后在这边呢，就是买票啊，买票在这边就可以登船进去了。但是我就不进去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我听到广播呢，他这个车就是去南南一摸的。这边呢，就是人家从船上下来的人们啊，从这边出来，这是出口。这边呢，就是码头前的一个广场啊，其实就是一个停车场。你看，有很多的出租车在这边揽客，但是呢，更多的是那些私家车停在这边啊。所以呢，这个小镇啊，
集这个码头，集海边的观光，集生活，还有各种你可以在这边进行的活动于一身的这么一个小镇。所以它有它自己的一些，比方说码头的产业、观光的产业，同时呢也有一些人居住在这边。当然有些人到这边呢就是度假，所以刚刚看到那个依山三四而建的这些房子呢，想必也是大家买来度假，或者呢可以出租。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这个小镇呢还是比较多元的，它不是一种单一的一种小镇。现在呢，我已经走到了小镇里面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就这个小镇的一些设施，一些小店，从那种理发店啊，到吃寿司的，到各种各样其他的店啊，很多。这边呢有一个给宠物美容的店。就这种小镇呢，我就觉得感觉很好，因为它真的没有那么的热闹，但是呢，在加拿大来讲已经算是热闹的地方了。所以你到这边来偶然逛逛，坐在这些餐馆啊，无论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坐一坐，吃点东西，喝杯咖啡呢，度过半天的时光啊，应该感觉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先在这边随意的逛逛啊，这边很多人骑单车，我刚才甚至在99号高速公路上面看到有人骑车。就这边很多年轻人还是对骑行还是非常爱好的。从这边呢就可以一路望下去啊，就是望海了。刚刚我就是在那边呢已经逛了一圈了。当然这边也会卖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比方说那种纪念品啊，甚至是手工制作的或者自己品牌的各种小纪念品等等都有啊。当然也不会缺这些地产公司。我们可以大概看看这个房子多少钱啊？比方说上面这个房子200多万，那个卖掉的房子129万啊。那这些 apartment 啊，2个 bedroom 的85万多。总之，你没有100万，基本上这边找不到房子。你即便有个400-500万啊，像这个500万的房子靠海的，恐怕也不是最好的房子，还有700万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尺寸啊。就各位看看自己的经济能力啊，能不能负担这边的房子。所以虽然呢是一个小镇啊，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一个生活化的城市。我记得上次我来的时候啊，就见过这家 Dental Center。今天一路过这边啊，这个 Dental Center 照样是开着，这应该是时隔很多年了啊。所以这边的很多的诊所呢，它也是父传子，子传孙啊，就是变成一个家族性的一个 business。这边呢，你看啊，就是那家 apartment， 一个集体集合的住宅。刚才看到的80-90万的，应该就是这个上面这种房子，应该不会很大，但是呢，
年轻人一个小家庭在这边住应该是没问题的。好，现在呢我继续回到这个河滨、海滨啊，再去转一转，然后呢应该会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啊。但是呢，跟我以前来的时候的感觉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我不敢说变丑了还是怎样，但总之感觉好像跟以前是不同了。今天的天气呢还不是最好，虽然说是这几天阴雨天当中出太阳的一个天气已经不错了。从这边呢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大的渡船 ferry，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海湾啊。所以呢你看这边度假的房子，每一个房间啊那种大的阳台都是朝向着海的方向，我觉得适合年轻人，同时也适合那些相对比较富裕的退休人士啊，他们可以从一个大 house 啊搬到一个更清水的这样的一个公寓房，每天呢可以享受一些游客带来的一些喧闹，就有些人气嘛，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不错的。就人到了一定年纪啊，一边呢讨厌太多的这个城市间的这种喧嚣和这种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应对、不得不面对的人际关系，就想独处。但实际的内心呢，还是希望能够每天看到一些人，在这样的一个海滨的小城啊，每天呢可以也闲逛，然后呢可以跟不同的人呢打交道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一种境界吧。这边呢做了一些改造啊，就是它做了很多这种，就是算是观景的小平台吧。大家可以看看啊，后面这些房子，我觉得这些房子每一个都很不错。这边呢应该是通向一个码头吧，走下去看一看。你看这个水啊，其实并不深，底下都长着这种水草，深可见底。也有几只这种鸟呢，蹲在这个水里了。相信这边呢是大家租船啊出海的地方吧。这边可以停靠很多的这种小游艇。你看啊，这个游艇啊，我就觉得挺不错的。但是我不知道它下面还有没有住人的这种房间啊，应该是藏在船舱里面吧。
这边就多了一大片。所以我感觉有一些人，他如果接近退休即便没有退休，如果他事业还算有成的话，他可能会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比方说他在城里的一个独立的大宅，说不定他有可能会卖掉。如果小孩已经长大成人的话，他就会来到这边换一个更可负担的这样的一种房间，同时呢养一条这样的游艇时不时呢可以出个海去走走这是我想象的我相信也是这边一部分人就是这么干的一种生活状态。如果住在楼上，看着自己的游艇停在自己的门前，想出海的时候就出海这是什么境界呢？这个呢，相信就是一个游艇的码头这边呢，甚至可以走到下面这可能是有人租了这个船刚回来吧。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就是出去观光的。嗨，大家好，我现在在好雪bay马蹄湾已经逛了20来分钟了。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美景，看到的风景真的每个角度都是非常美好的景物那我现在呢，正对着就是背后的一条大船，就是好雪bay这边的轮渡码头，站在了一个平台上其实这里是一个小码头，就大家可以租用这边的游艇就是刚刚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边很多的游艇，然后呢就可以出海去逛了一圈1-2个小时，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种生活的点缀好，我现在呢再给大家看一看就身边的那些游艇，那我相信绝大部分的都是私家游艇，而且有可能这游艇呢就是属于住在这个 apartment 的望海的度假房里面的这些主人的。今天真的是良辰美景有幸到这边再来就地重游一番，我觉得非常棒。那好了，今天呢就在好雪bay这边的拍摄就到此为止吧，我们下一段旅行再见，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